2025年的欧洲一次性消失5个发达国家，想当发达国家到底有多难啊？葡萄牙、希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克罗地亚在联合国最新发布的发达国家名单中集体落榜，又到底做错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2025年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的新标准在2个核心指标上进行了大幅提升。首先是人均 GDP 门槛，从以往的2万美元一跃升至3万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也就是 HDI 的底线也从 0.85 提高到了 0.9。 为什么要突然提高门槛？首先得说说全球通胀。过去几年全球范围内的物价持续上涨，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购买力悄然缩水。如果还抱着10年前的2万美元标准不放，那发达国家的含金量早就大打折扣了。正因如此，这人均 GDP 的门槛要求肯定要变。 GDP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1年内生产的所有东西值多少钱。它能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有多大，但无法充分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希腊就是个典型例子，债务危机前它的人均 GDP 早就超过2万美元，但那时候的希腊是什么样？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30%， 公共服务捉襟见肘，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这就好比一个人靠刷信用卡维持高消费。所以 GDP 这东西有时候会骗人。还有人类发展指数这一指标，主要看3个方面，分别是预期寿命、教育水平以及生活标准。举个例子，德国的 HDI 是 0.94， 而立陶宛只有 0.88。 别看只差了 0.06， 背后的差距可不小。德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81岁，立陶宛是75岁。德国的大学入学率是 60%， 立陶宛不到 50%。 这些数字背后是德国完善的医疗体系、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以及相对公平的社会福利。而立陶宛呢，年轻人大量外流，留在国内的老人越来越多，养老金体系都快撑不住了，哪还有精力去全面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联合国把 HDI 门槛提高到 0.9， 就是在告诉全世界，真正的发达不光是账面数字好看，老百姓生活水平也要上去。因此现在的双门槛标准说白了就是给发达国家上了双保险。人均 GDP 代表着钱包鼓不鼓， HDI 则衡量日子过得好不好。这在2025年落榜的这5个欧洲国家，每一个都曾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如今却集体遭遇滑铁卢，不禁让人唏嘘。葡萄牙作为老牌欧盟成员国，曾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欧洲经济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里斯本的古老街道和阿尔加维的阳光海滩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然而2025年其人均 GDP 停留在 2.73 万美元， HDI 为 0.86， 双双未能达标。希腊这个欧元区的创始国，曾被誉为南欧典范，雅典卫城见证了西方文明的起源，但其经济却在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挣扎多年。2025年希腊人均 GDP 约 2.1 万美元， HDI 0.87， 距离新的门槛仍有明显差距。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这2个波罗的海国家曾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经济转型的明星学生，他们凭借激进的改革一度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被誉为波罗的海之虎。但2025年立陶宛人均 GDP 约 2.8 万美元， HDI 0.88， 拉脱维亚人均 GDP 约 2.6 万美元， HDI 0.87， 均与新标准失之交臂。克罗地亚这个以亚得里亚海沿岸美景闻名的国家，旅游业和服务业曾是其经济的骄傲，甚至在2023年短暂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被誉为新晋发达国家。然而好景不长，2025年其人均 GDP 约 2.5 万美元， HDI 0.89， 最终未能保住这一称号，成为了最短命的发达国家之一。这5个国家曾经都头顶光环，如今却因为未能迈过新的双门槛，集体从发达国家的名单中消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来看葡萄牙的发展，基本是旅游撑起的空心经济，外资狂欢后留下一地鸡毛。里斯本的贝伦塔下，来自全球的游客仍在为大航海时代的辉煌拍照留念，但这座城市的经济内核早已被旅游业蛀空。2025年数据显示，旅游业直接贡献葡萄牙 GDP 的 35%，
若算上相关产业，这一比例高达 52%。阿尔加维的阳光海滩，波尔图的杜罗河谷葡萄园，每年吸引超过2700万游客，相当于全国人口的 2.5 倍。但这种沙滩经济正在吞噬国家的未来。沿海旅游区房价10年上涨 180%， 本土年轻人被挤出住房市场，酒店业和餐饮业提供的多是季节性低薪岗位， 25% 的从业者年薪不足 1.5 万欧元。外资曾被视为经济救星，却最终变成了甩手掌柜。在房地产领域，黑石、高盛等华尔街资本在里斯本老城区疯狂收购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公寓后溢价抛售，推高房价的同时未创造任何技术溢出。传统纺织业聚集的北部地区，外资工厂更倾向于维持低技术生产。2025年纺织业人均产值仅为德国同行的 40%。当能源价格因俄乌冲突飙升时，这些依赖天然气的燃厂成片倒闭，留下的是锈迹斑斑的流水线和领取失业救济的工人。人口结构的恶化更让危机雪上加霜。23%的老龄化率使养老金支出占财政预算的 19%， 而年轻人正以每年 1.2% 的速度流向德国、法国等高收入地区。科英布拉大学的调查显示，60%的理工科毕业生计划在5年内出国工作。2025年，葡萄牙人均 GDP 停留在 2.73 万美元， HDI 指数 0.86， 看似接近门槛的数字背后是创新乏力、产业停滞、社会活力衰退的空心化困局。接下来则是希腊，2009年债务危机留下的伤口远未愈合，反而在欧盟援助到期后再度发炎。这个曾靠举债维持高福利的国家，如今陷入了低增长与高负债的恶性循环。2025年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仍高达 165%， 每年利息支出就吞噬财政收入的 12%。 为满足欧盟紧缩要求，养老金连续10年未上调，公共医疗预算削减 30%， 雅典公立医院连基本的抗癌药物都时常断供。航运业这个国家名片早已沦为外资的提款机，希腊船队规模占全球 16%， 但 65% 的船运公司由外资控股，利润通过离岸公司源源不断流向瑞士和塞浦路斯等地。本土制造业则在全球化浪潮中节节败退，占 GDP 比重从2000年的 18%萎缩至2025年的 9%。 比雷埃夫斯港被改造为集装箱枢纽后创造的2000个岗位中， 80% 是装卸、仓储等低技能工种，技术岗位多由外国专家占据。欧盟援助计划到期后，希腊经济原形毕露。2025年人均 GDP 仅 2.1 万美元，较危机前峰值下降 18%。 更致命的是发展动能的丧失，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长期低于 1%， 青年失业率仍高达 28%。 当其他国家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加速奔跑时，希腊还在为偿还旧债而拆东墙补西墙，高福利的遗产变成了沉重的枷锁，将这个文明古国困在衰退的泥潭里。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就更不用说了，俄乌冲突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两个面积不足7万平方公里的小国，终究没能逃脱地缘棋子的命运。2025年数据显示，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出口额分别占 GDP 的 83% 和 81%， 其中对俄贸易曾占1/4。俄乌冲突的爆发如同突然掐断了他们的经济主动脉，能源成本的飙升是致命一击。两国原本 90% 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管道供应，冲突后被迫转向美国 LNG， 成本大幅提高。考纳斯的一家化肥厂因成本过高被迫停产，直接导致2000人失业。而这家工厂曾贡献全国 5% 的出口额，物流成本同样面临失控。经立陶宛港口转运的俄罗斯货物量下降 92%， 里加港集装箱吞吐量锐减 60%。 曾经繁忙的码头如今停满闲置的起重机，人才流失比产业外迁更触目惊心。计算机、工程等专业毕业生 70% 选择移民德国。为应对安全威胁，立陶宛将国防预算从 GDP 的 2% 提升至 3.5%， 相当于削减了同等比例的教育和医疗投入。当西欧国家在 AI 和绿色科技领域加速布局时，这两个小国却不得不将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军备竞赛中。人均 GDP 停留在 2.8 万和 2.6 万美元， HDI 指数 0.88 和 0.87， 在发达国家门槛前黯然止步。最后再来看克罗地亚，
已经得了旅游业的季节病。主要问题就出在产业太单一。克罗地亚在2023年刚被联合国认定为发达国家，2025年就因人均 GDP 和 HDI 双不达标而毕业，成为史上最短命的发达国家之一。旅游业贡献 GDP 的 20%， 却带来了严重的季节病，夏季就业率高达 85%， 冬季则暴跌至 52%。 大量酒店员工每年有4个月靠政府救济度日，产业结构的单一化也早已埋下隐患。造船业曾是克罗地亚的骄傲，如今斯普利特造船厂只能承接渔船维修等低端订单，其技术水平停留在20年前。更严峻的是人口危机，自2018年以来连续7年负增长，2025年人口降至380万，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 1.1%。 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村庄超过 40% 的房屋因年轻人外流而废弃。虽然欧盟资金曾带来短暂繁荣，却未能培育出可持续产业。为加入深根区修建的高速公路网，使用率不足设计容量的 60%。 欧盟资助的太阳能电站因维护成本过高而半数闲置。2025年人均 GDP 2.5万美元的数字背后，是旅游业旺季的短暂提振。一旦旅游收入因全球经济衰退而下滑，这个国家便立刻暴露在风险之中。克罗地亚的经历成为小国经济依赖单一产业的经典警示案例。说到这里，上述的这5个未能跨越发达国家门槛的地方，在经济发展方面又遭遇了哪些共性问题呢？说到底，这些曾被视为欧洲新兴的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看似捷径的发展路径，却最终发现这条路通向的是产业空心和人口凋零。所谓产业空心化，就是在产业升级未完成之前就跳过了工业化阶段，直接大规模提高服务业占比的做法。在里斯本的科技园区，零星的初创公司试图复制硅谷神话，但隔壁写字楼里更多公司在做的仍是旅游套餐设计和房地产中介业务。这种强烈的反差揭示了5国共同的产业短板，他们几乎都跳过了高端制造业的淬炼，直接空降到以旅游外贸为主的服务业经济。2025年数据显示，葡萄牙制造业占 GDP 比重仅 14%， 希腊 9%， 克罗地亚 11%， 而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虽有 20% 左右的工业产值，其中过半是木材加工、食品包装等低技术产业，对比德国 40% 的制造业占比，以及其中汽车、机械、化工等高附加值产业的绝对主导。这种产业断层一目了然，这种跳跃式发展在经济繁荣期看似聪明，不用忍受污染，不用投入巨额研发，靠阳光沙滩和廉价劳动力就能轻松赚钱。但俄乌冲突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这种模式的致命伤。当能源价格飙升，葡萄牙的陶瓷厂因天然气成本上涨而停产；当全球贸易收缩，拉脱维亚的家具出口订单减少 40%； 当游客数量波动，克罗地亚的酒店入住率从旺季的 90%骤降至淡季的 30%， 没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这些国家就像没有骨骼的软体动物，任何外部冲击都能让它们轻易变形。更严重的是，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德国之所以能在汽车电动化、工业 4.0 领域领先，正是因为强大的制造体系不断催生新技术，而5国失去的不仅是工厂和就业，更是技术迭代的能力和机会。而产业空心化过度依赖服务业，也间接造成了本国年轻劳动力，尤其是寻求高收入的年轻人不得不外流务工的现状。这5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喜欢去西欧，年轻的纳税群体外流严重，领养老金的人可是一点没少。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公园里，晨练的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罕见。这个国家的人口从1990年的370万萎缩到2025年的290万，30年间减少了 20%， 而未来25年预计还将再减 20%。 拉脱维亚的情况同样严峻，15到34岁青年人口外流率高达 15%， 每年都有数千名医生、工程师、教师奔赴德国、瑞典寻找机会。事实，这5个国家的平均老龄化率已达 21%， 希腊更是高达 25%。 养老金支出像一张不断收紧的网，勒得财政喘不过气，并且人口流失还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年轻人走了，
劳动力市场短缺，企业难以扩张，经济增长乏力，工资水平上不去，又进一步推动更多年轻人离开。立陶宛的 IT 工程师在国内月薪能拿大约1500欧元都不敢跳槽，而在德国稍微努力就能拿到3500欧元，这种差距足以让任何有追求的年轻人心动。更致命的是人才结构的失衡，克罗地亚的理工科毕业生中 60% 选择出国工作，留下的多是文科背景的求职者。当一个国家失去了创造未来的年轻人，剩下的就只有不断增长的养老金账单和日益萎缩的税基。葡萄牙2025年的养老金支出已占 GDP 的 12%， 而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4:1又降到了2025年的2:1。这种趋势若持续，社保体系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而如果我们要在产业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之外再找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问题，那可能就是这5个国家都太过于依赖外资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中心的写字楼里，外资企业的标志随处可见，瑞典的银行、德国的零售商、美国的咨询公司都在这里设有办事处。拉脱维亚的实体经济本就不算多，但依然有 65% 的实体经济是被外资控制，从电信运营商到超市连锁，从能源公司到制造业工厂，本土资本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希腊的航运业更典型，这个占全球船队 16% 份额的产业， 65% 的股权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利润通过复杂的离岸架构流向海外，留给希腊本土的只有微薄的港口管理费和低薪岗位。外资带来的繁荣就像沙滩上的城堡，经济好的时候他们是金主，带来资金和就业，可一旦风吹草动，最先跑路的也是他们。2025年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德国汽车制造商突然关闭了在立陶宛的组装厂，理由是成本过高，留下2000名失业工人和空荡荡的厂房。葡萄牙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时，黑石等外资机构以半价抛售资产，套现离场，把烂摊子留给当地银行。这种寄生式经济让5国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政策制定者不敢加息，不敢加税，生怕得罪这些财神爷。当危机来临时，外资可以拍拍屁股走人，而本土民众却要承受失业、通胀、贬值的切肤之痛。希腊债务危机期间，外资银行率先抽贷，加剧了流动性枯竭。这一幕正在欧洲边缘国家反复上演。但如果真要对比起来，南欧的葡萄牙和希腊看起来还是比东欧的几个后发国家要好。从整体上看，南欧国家主要是在高福利的温床中逐渐失去活力，而东欧国家则主要是在外部地缘风暴中剧烈震荡，仿佛遭遇突如其来的寒流。如果我们现在去一家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咖啡馆，总有退休老人悠闲地喝着浓缩咖啡，享受着政府发放的养老金。希腊雅典的公务员每天工作6小时，却拿着高于私营部门的稳定薪资。这种令人艳羡的生活图景背后，是南欧国家积重难返的福利依赖症。葡萄牙和希腊的公共开支占 GDP 比例长期维持在 50% 以上，远超欧盟平均水平。希腊的养老金替代率高达 80%， 意味着退休后能拿到工作时 80% 的收入，而德国仅为 45%。 这种高福利体系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尚可维持，一旦增速放缓，便立刻成为财政的沉重枷锁。而传统产业的路径依赖更让改革举步维艰。葡萄牙的纺织业仍在使用30年前的设备，工人拿着每月1200欧元的工资，生产着每件利润不足1欧元的快时尚服装。希腊的造船业停留在低端商船制造，无法与韩国等国的先进船厂竞争。当德国企业在研发工业机器人时，南欧的工厂主们更愿意雇佣廉价劳动力，而非投资昂贵的自动化设备。这种创新惰性导致产业增长停滞。葡萄牙近10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仅 0.8%， 希腊更是出现负增长。而与南欧国家相比，东欧国家更像是得了急症，主要还是俄乌战争的巨大冲击，让他们的经济受到了影响。超市里曾经廉价的俄罗斯黄油被价格翻倍的波兰产品取代，里加港的集装箱码头堆积如山的木材因无法出口俄罗斯而腐烂变质。对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这样的东欧小国，地缘政治的风吹草动足以引发经济地震。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仅相当于德国的1/50，却将超过80%的 GDP 依赖于外贸，其中对俄罗斯市场的依赖度曾高达30%。俄乌冲突的爆发，如同突然切断了他们的经济生命线。2025年，立陶宛通胀率高达18%，面包价格1年内翻倍，民众实际收入缩水1/4。对于这些夹在大国博弈夹缝中的小国，其衰退速度之快，冲击之猛烈，远超南欧的慢性病。上述的种种现象也揭示了欧洲经济版图中一个残酷的现实：所谓的欧洲一体化，本质上也是核心国家占据主导优势，德法等核心国家凭借技术、资本和话语权优势，牢牢掌控着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而其他边缘国家则被锁定在资源输出和低附加值生产的角色中。2025年，5国被踢出发达国家行列，不过是这场游戏的必然结果。当发达国家的考核标准从单纯的 GDP 数字转向综合发展质量时，那些依附于核心国家的边缘经济体，其繁荣的假象便不攻自破。不知大家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发表看法，记得点赞加订阅，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